终于出门了，因为年前的一些工作嘛，然后今天要过来工作室这里化个妆、拍点图片，所以呢，顺便就给你们录一个贫民窟老阿姨的化妆视频。因为为了给你们录化妆视频嘛，然后我只是早上做好了那个护肤，然后直接出门了，现在是全素颜状态。这个垫子还有点脸是比较偏黄的，然后我的黑眼圈是特别重的，有眼纹。这些问题呢，是我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护肤的那个概念吧，所以就一直耗到现在。如果我那时候开始护理我的眼部的话，可能都没有这么糟糕。好了，聊完这废话，那我们先开始我今天化妆第一步，就是先上个妆前乳。这个大把妆前乳我真的我也非常推荐，这是我去年春天的时候买吧，因为现在快1年了，一半都用不完，因为我夏天是不用的，夏天用的话太油腻了，反而会卡粉，但是秋冬春的时候用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它的整个质地呢，你们可以看得到吗？看得到吗？是那种霜，就比霜要轻薄一点，乳吧，乳液那种感觉。然后它挺香的，看得出来是有加香精。特别这些小地方也抹均匀，然后一般我上完也不会急着马上就化妆，因为这样更容易卡粉，所以我就会让它在这里吸收个1-2分钟吧就可以了。然后你们可能很多人会问，这发型，其实我这个发型真的是出去外面垫，而不是自己做的一次性，但是它比我自己垫的一次性还要糟糕。就我垫的是什么呢？羊毛卷啊，你知道吗？羊毛卷，那时候第一天垫完以后的时候呢，整个是非常的蓬的。我找一张图片给你们看看，它这样子，非常的蓬。那时候呢，我对它并没有特别的满意，因为我觉得显得我的头很大，整个人显得更壮实了。但是我洗了一次头以后，咦，发现它变得那个卷变小了嘛，整个下来就没有这么蓬，反而垂了一点下来，但是整个还是比较蓬松的，就不会很夸张那种。那时候我还挺满意的，哎呀，这也不错。那维持这样子的话，我也是相当满意的。然后我给个照片你们看一下，这样子。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洗了第3次的时候，它就变直，吸收的差不多。下一步呢，我一般记得的话，我就先遮瑕，然后再上粉底液。然后我遮瑕的话，我是买了这个牌子这个遮瑕的，哇，超级好，又便宜又好用，才30来块钱一支，一直可以用好久。你们看，这个是我用最多，基本上是，就是我有化妆的时候是每天都用的，就这10来天没有用而已，用了几个月。这个样子，30多块钱真的保障品牌。这个你们真的可以了解一下，我还买过他们的眼影，感觉也蛮好的，而且也不贵。而且这个头啊，这样挤出来很方便，也很卫生。我挤出来会帮你挤先。还有我的这个法令纹也挺严重的。然后我遮瑕的话，我用刷子挺不习惯，所以一般用手。化妆前要洗干净。我看了很多教程，有的是说先遮瑕再上粉底，也有很多是先上粉底再遮瑕。那其实我试过了，其实差别并不大。但是怎么说呢？能学化妆这个回事，让我的生活和整个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然后的话，因为我现在有2个小孩嘛，所以我平时的话，其实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跟很多的所谓的博主不一样，因为一来我不会，是不是经常跟你们聊天啊、唠嗑那些东西我不会，因为我真的时间真的特别有限。第二，我回复评论也很不及时，也没有跟你们搞很多的粉丝活动，这点真的说起来真的非常对不起你们，因为现在关注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一点点嘛，所以我觉得我以后这个一定要做好，真正用心的下来做一些对你们有意义的内容吧，这样子。好了，继续化妆。然后现在的话，我这个粉底液，这个是日本的这个品牌干皮亲妈，我这瓶已经快用完了，到这里了，到底了。然后我双12的时候买了一瓶新的，就是我还没有开的一瓶新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换别的吧，因为我试用过，那个什么是兰蔻还是什么，还是忘了一个，反正很多人用的那个粉底液很贵的，比这个要贵，这个才300块不到吧，那个好像500块左右吧。那个我买了一个中样来试，结果不行，我的皮肤真的不适合那个粉底，所以我忘了叫什么了。我到时候我发到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在评论告诉我，到时候告诉你们。反正我是干皮，用那个粉底真的不行，但是很多人说干皮适用，所以我觉得还要看个人的肤质嘛。然后这个我用起来就很好，又平又好用又大皮，所以我真的很推荐。然后我选这个色号我已经忘了，到时候我可以看我的那个购买记录，告诉你们，它的那个整个都是很水润的一个，你看到没？我留下来那个水润的那个质地。然后这个粉底我一般1崩就够了，因为我不喜欢整个脸打太厚重，这样更容易卡粉。
因为平时我如果拍视频的话，我要带妆一整天的，所以我整个这个都会打的比较少一点。然后我用的美妆宝是这个3月套，非常好用，这是我吸水以后的，我没有用纸巾弄干。现在因为我又看了一个教程，好像他们说不用纸巾弄干，打开的粉底会更服帖。然后我试了也还可以，它也不会吃我多少粉。然后这个真的很好用，无限回购，我家里还有1盒没开的，非常好用，真的。上底妆没什么秘诀，真的是那很多博主说的也是对，就是你多拍。其实我觉得我化的妆是更像日常妆一点。你看吃粉状它本来是这个颜色的，怎么说呢？它肯定是有点吃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程度还好吧。这样底妆就上好了，看起来还 OK 一点，看的话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毛孔。然后我现在遮瑕完了，还有底妆也上好了，接下来应该要做的就是定妆。这个散粉也很好用哎，很大一罐，它的价格也不贵。然后我买这个是带一点珠光的粉色的，看到吗？我用了很久了，因为我夏天比较喜欢用那个叫什么烘焙散粉、烘焙定妆那个粉，所以我就比较少用这个，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一定要定妆哦，然后用手，特别是这地方，可以按压一下，没有手指纹出现的话就可以了。还有眼睛上面啊，这2个地方，眼窝上面还有眉毛这地方也要打一。现在我的妆已经好了，整个人是不是白了很多？然后定完妆以后呢，我一般就会先修容。这盒修容哦也不贵，好像100来块钱嘛，然后超级亮、超级足的，你看这么多3大片。这个是修脸的，就是修整个脸颊的。然后这个是鼻影，然后这个是高光，这个高光是有点那个哑光的那种感觉的。然后其实我高光我还用过那个 MAC 那个生煎，好像生煎高光的，那超好用啊！我用了铁皮了，后面是被一个美妆博主种草，这个是买回来试了一下，这个也还 OK 吧。那生煎呢，我可能还得再买一个，因为那个高光真的是太好看了，像我这种手长的打上去都一点毛病都没有。然后我一般用这个来修脸使劲，没什么手法可以，就演你的脸颊这样子。然后，修鼻影了没带？那我就用这个眼影的来画鼻影行不行啊？轻一点的。然后的话就是高光啊，高光我一般用手指直接上，就这个苹果肌的地方上一层高光多一点，再多一点。鼻子肯定来一点。这个时候就是美妆大出现的时候，用鱼面干净的鱼面。有飞机。完了以后呢，现在我就画眼妆。这个是去年我买的一个那个雅诗兰黛的一个飞机，还没走啊。那我先画上，然后我再给你们介绍它。先用一个肉色的。因为这个肉色的话是比较上眼的，它是比较不显色的，所以可以用多一点的没所谓，然后把整个眼眶涂满就行了。然后今天我也想涂个粉红颜色，下面想用个浅一点的金色，再撒一层。这个眼影盘是去年我买的一个雅诗兰黛的那个圣诞套盒里面的其中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套盒的话又有飞机来了。那个套盒的话其实蛮划算的，我买的是英国的版本。英国的版本那时候是在我们这边一个代购那里买的，我到手是880块，里面有好多东西哦，给你看一下图片。然后的话，我后面上网查了一下，其实它如果你在英国买的话，大概是花400多就可以买到了，然后加上那回来的邮费比较贵嘛。然后就是搞那个代购还是利润还是蛮大的，真的厉害。但是本来这个套礼盒的价值就很高了，所以我觉得也要给别人赚，所以这个节还是很划算。以后你们如果想要买这种高端一点的彩妆的话，你可以留意它这种什么圣诞节啊、春节啊、元旦的这种礼盒，非常划算。上完这个以后，再会用一个这个比较又有飞机、比较粉的一个颜色，上在眼尾的地方。
上完这个颜色以后，还会再用一个深一点的棕色系的那种来加深眼尾还有眼头。因为我上眼妆的那个手法也是非常的不熟悉的，所以我每次那个量都会用很少，所以导致我的眼妆经常是很大很大的。现在是看不怎么出，所以我觉得我化妆真的很日常。然后我一般睫毛膏我也不怎么涂，我一般就是夹着睫毛，还有用这个睫毛打底膏涂上去。这个打底膏应该很多人也会有，因为真的很好用，涂上去以后很自然，一点都不会结块，非常的好看。就日常妆这个就够了。上镜的话，我可能还是得再研究一下怎么夹睫毛吧。这个睫毛是在代购店买，无印良品，还挺好用的，用了3年了。这个时候呢，我先上腮红，腮红我现在最近新宠的是这个，好像完美日志是完美日志，这个是什么腮红呢？这个是一种腮红膏，这2个颜色。这边这个颜色呢，上镜会好看，这个呢日常涂非常好看，显气色，因为是很自然的。这一盒东西好像也不贵了，我是去年买了一个圣诞礼盒里面的其中一个包括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用起来。一开始我是觉得腮红膏可能很难驾驭的，结果上还可以。因为上镜我会涂腮红，会中一丢，要不就一点妆感都没有。如果日常的话，你们就轻一点哦，不要太重手，知道吗？哎，这边太重手，这个也没关系，我用纸巾再擦一下手。这么红，但是你用这个把它慢慢的拍。这边多了一点，真的是刚刚太重手了。拍开以后，你看我还没有拍完，但是现在看起来就还可以噻，因为镜头会吃妆嘛。这边多一点，再拍均匀一点，让美妆蛋吃多一点。最近我上镜一般喜欢用这个很便宜又很好看的这个叫唇釉吧，然后它整个上嘴以后是那种什么哑那种雾感的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很高级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的干的很快，然后这个颜色叫梅子色，秋冬用真的超级美，上镜很好看，但这个可能会脏杯，不是不脏杯的口红很少。大概是这个样子，这颜色还挺好看，对不对？然后我用了这个眉笔，我已经用了5支了，超级好用，就这个牌子，就它的这个眉笔很好画，又不容易断，也不贵，新手的话很建议你们试一下。我买的这个颜色叫什么颜色我忘记了 ，BR5，你们可以去试一下这个。然后因为我的眉本来是比较浓的，所以我只是描一下就可以了。你看这，我主要是描这个眉头的位置，还有眉尾这里这一点点，中间是很浓密的，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动它，因为我怕画的太浓，显得很松。然后画完以后，我还会再用这个，再把它扫一下。你扫的时候就可以把整个眉扫均匀一点，就是特别眉头啊，我经常眉头有时候画重手了以后，我就会扫多几次。差不多了，就这样子啊。最后面再聊一个话题，就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做微胖博主这一个。因为的话，其实我之前发胖以后，因为我也不是说一直胖，我以前也是很瘦的，我以前也是个很瘦的女孩子，谁没有瘦过的时候？然后后面生了2个小孩后，真的很难瘦下去了。然后我现在又没有，真的根本没有时间给我去健身，我很偶尔抽一点时间去跑步，但是因为现在也很多事情嘛，让我就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说很自由的说想跑步就跑步，所以我真的身材就没有办法说这么快瘦下去，而且我年纪你们也看得到这，所以也关注了很多微胖博主，在他们身上学一些穿搭的技巧啊，让自己变漂亮点。因为以前我是真的不打扮，不怎么会打扮的人，就是会打扮但是乱来那种，也跟着从来不会化妆。然后我甚至在滑一台的时候，为了安全根本不护肤，我涂防晒不护肤，我只是涂一个面霜，一个强身的面霜，因为想涂儿童的东西就安全了吧。现在自己真的脑瓜进水。然后2胎就生完1胎以后，我才发现整个状态就差很多，才开始护肤打理自己。然后那时候开始就真的觉得女孩子真的
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知道吗？不能像我一样。然后的话，特别对我这种身材比较矮的人来说，借鉴性真的特别的低。所以的后来我就想着，我那个账号本来以前是写图文嘛，后面就找了一个小姐姐来拍视频，后面我就干脆想，不如我上吧。矮胖女孩的穿搭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少的。然后你们也看到我很多是镜头我没有变的，就是很多人其实评论下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等飞机飞过再说。好了，飞机终于飞过了。那现在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就是那我后面是想着自己上来拍视频，然后的话想不到，就是评论区然后很多人就会跟我说，你没有这么胖啊，你看起来不像1.58米、120斤啊。更多的就说，哎呦，你这看着140吧、150吧、160吧、170、180了，我就120啊，那怎么办？我就是120长那样，没有办法。我想表达的就是，我真的是很诚意的在做这个微胖传的视频给你们看，所以我没有，就是我经常是有一些视频是没有说很多角度的换的，就是我本来给你们看我身材现状的时候一个角度一个镜头，我变装出来以后又是一个镜头，是没有变的。你们看我视频能感受得到，能这样做的博主多吗？多吗？真的不多，所以我是真的很诚意的给你们做的。至于评论区你们觉得我这真实没那么胖，或者说觉得我真实比这还要胖的，我都没所谓了，这是你的意见嘛，我尊重你。但是我就真的就这么重，但是我这么重长这样子我也不想啊，但我就这样子啊。所以就我想说的就是，我以后呢也会继续用很多其他的模式给你们做视频，但是我是真的冒着一个真的希望对你们有借鉴意义。你们如果看了我的视频有喜欢的衣服买回去穿上身，是你想要的效果，而不是说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我想尽量的做到这一点，虽然说不能100%的每个人都能做到好，但我希望努力让很多的人都能够有这种的体验，就跟着我一个博主买了一套衣服，穿起来真的会显瘦哦，真的还挺好的哦。我想要的是这样的效果，所以我是真的很用心、很诚意的在做视频的。所以的话，喜欢我的话，我觉得你们还是会继续支持我，还会来看我的视频的。你们还有人看我的视频，就是我的动力，我就是还是会做，也可以是说是我这辈子长这么大以来，就是唯一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想要去做成，还有努力用心的去做的事情吧。所以就很谢谢关注我的小可爱们，希望你们在新的1年里可以跟我一起继续变美变漂亮，当然前提就是要平安和健康，所以这段时间大家还是不要出门哦。我等一下录完视频就会乖乖的戴上口罩到楼下坐上车，马上就回家带孩子。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拜拜，爱你们哦。